缅怀祖德，万世佛望，大礼告成，福为上享。各位，欢迎你们来参加11仓2层仓库的考核。这次考核的内容如下：你们每个人手里拿的锦囊，里面有100个货物，每个锦囊均有不同。比赛的规矩是，将第1件货物带到第2件货物的所在处，与其交换，再把第2件货物带到第3件货物的所在之处，以此类推。比赛的时间是，这炷香燃尽之前，按照规矩取货最多的前3名获胜，可以升职，成为2层仓库的员工。本次考试有4条规矩：第一，不得拿错货物，否则取消资格；第二，货物不许落地，否则取消资格；第三，不得强行抢夺他人手中货物，否则取消资格；第四，不得携带任何辅助用品进入考场，否则取消资格。违反任何一条，掌灯将会将其带出考场。这便是这次考核全部的规矩。对了，你们戴的眼镜将会被锁死，不得擅自摘下。一旦摘下，警报便会响起，你们将会被立刻取消考试资格。戴眼镜。11仓下2层仓库升职考核正式开始。拿错货物，淘汰出局。这届的人还知道配合取货，很聪明。星日马驹九组盲跑张普和拿到了第1件货物，领先第1。找到吴邪。3组李阳淘汰出局。异火蛇区盲跑11组方军找到3件货物，领先第1。
明星怎么不见了？我也看不到了，是不是考试的方式变了？不可能，没有启明星就无法确定坐标轴，是不可能找到货物的。何明翰，取下眼镜，出局。张琼，放送货物，淘汰出局。主管，不好了，启明星不见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边没有。考试规定，不论考场发生任何状况，监考者都不得干预，考试只能继续。你去查一下，看看究竟是谁捣的鬼。是。我来参加考试，就是为了过关。不过你们放心，第1名、第2名我不要，我只要第3名。胡呢？这里是11仓，不是你家武山区。没什么本事，就回家睡炕吧，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的。给我把启明星找出来，找，快！那边看看，快！我去那边。我如果只是靠找启明星去马虎的话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从一开始我就不能把启明星当做我的核心坐标。
我强行逼迫自己记住另外一颗星星，把那颗星星当做我的启明星。那小三爷，这样你就要把所有的坐标都按照那颗核心的星星重新换算，这个靠心算几乎是完成不了的。我如果从现在开始练习心算，我或许还有机会。我如果只是练习盲跑的话，我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所以，就算考试的时候他们马虎的速度比我快，只要我遮住启明星，最后我一定会取得胜利。丁主管，不如现在结束比赛，公布前3名的胜出者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吴邪被大乐骚扰，他肯定取不到货物的。快，队长！快！吹哨，比赛结束，搜查所有考生身上的物品。吹哨，结束比赛！快！结束比赛！9组盲跑张普和拿到10件货物，11组盲跑方军拿到14件货物，14组盲跑吴邪拿到8件货物。吴邪，你作弊！对启明星搞鬼的人肯定是你。丁主管，启明星找到了，被口香糖粘住了。吴邪，丁主管，如果按照你的规定，我是能通过考试的。你之前说的4条规定，我没有违反其中任何一条。启明星不是我动的手脚。你再想啊，如果启明星遭到破坏，你们11舱就瘫痪掉，那11舱的整个安全系统也太不牢靠了吧，太过死板。这一次所有的货物都是我凭我自己的能力拿到的。但是，这个但是我来替你说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应该重考。只要重考，对你有面子，我也有面子。吴邪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考虑一下我的提议。你想让我在这一次处决，你的证据根本就立不住。好，就听你的，准备重考。解散！解散！解散！丁主管，为什么呀？他已经主动退出了，我在强逼他离开11舱，那我的目的性就太明显了。快进来！怎么了？快，帮我拿个医药箱。这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弄的？快！天哪！天哪，你这个是刀伤！你能不能快点？你忍着点啊！忍着点，忍着点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呀！急死我了！今天考试的时候，有人要杀我，
什么？刚才有人想要杀我，我觉得这个想要杀我的人啊，和我们要查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考试的环境一片漆黑，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后来我发现，每次李家乐利用假壳子找到我的时候，那个凶手就会出现。而我把启明星给遮挡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凶手就找不到我了。这说明他一直就混在李家乐的身边。所以，你想再参加一次考试，就是为了……对，我要给他再杀我一次的机会。啊！你啊什么呀？小三爷，别比了。怎么能不比呢？机会难得，如果他再袭击我，我就能当场逮住他。太危险了呀！那有什么办法？我到第2层的目的就是为了查线索，只要我能把这个凶手给抓住的话，我就能更快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。可是小三爷，你这次考试的时候已经把办法都暴露了，你下次考试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一次考试我带了口香糖进去，如果我坚持说我赢了，没有人会服气的。下一次考试，他们一定会更加严格的检查我。如果到时候我再赢了，丁主管就会非常的被动。赢了再说吧，反正你得小心点儿。二叔通知坎家下周去地下河帮忙。老板，你是不是也想跟着去啊？我不去，我现在有更重要的线索要去查。不是坎家怎么回事？不是约好了在这儿吗？怎么还没来呢？健身去了，且练呢。老板，你说你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，我都给你做好饭了，咱吃饭去啊！走走走。不是，我吃什么饭呀？我吃饭，我没时间吃饭了。我现在只有3天的时间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行，我给他打电话行了吧？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。老板，你怎么就剩3天时间了？你的病怎么恶化的这么快？三叔还没找到，要是回来发现你没了，松开，松开，松开！老板，你这么年轻，你怎么舍得离我们而去啊？松开，松开！你是不是傻呀你？啊，我没事。我都听到了，你说还有最多3天时间，老板，你回来肯定是交代遗言。来，坎家，乖，来，老板看看，啊，哥，难过了，啊，伤心啊，心疼老板呀。那你想不想帮老板做件事啊？你要是真想帮老板的话，给我一样你的东西。老板，你想干嘛？你想什么呢你？啊？老板，我的弹弓是祖传的，一共有3种打法。我的师傅说了，学红色的那一根600块，黑色把手这根3000块，这一个30万。30万？嗯。我除了看出来他们大小不一样之外，我还真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。那为什么价钱差距会这么大？红色这根它是最基本的，它是橡胶混合牛筋做的，它的杀伤距离大概在100米左右。准啊！这根，你先拉拉看，怎么？哎呀，挺重的呀！小心！啊！这一根，它是橡胶混合鳄鱼筋做的。如果是射击单个弹珠的话，它的射速要比子弹还要快，比子弹还要快，而且射程比子弹还要远。你就吹吧，你就。我试给你看啊，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同时打出多个弹珠，形成霰弹枪效果。还真是有霰弹的效果呀！啊，我平时啊可以打出50颗弹珠，我师傅平时可以打出100多颗呢。那这个3000块钱还挺值的呢。这一条
30万。你坑我的吧？啊？你师傅做生意的方式跟金万堂学的吧？老板，这一个他真的很值的。怎么值了？它是橡胶混合绿树锰金做的，我都不一定每次都能打得准的。这样，我试给你看。哎，你朝哪儿射的？这也行，这子弹还能拐弯呢。老板，厉不厉害？厉害。30万值不值？值啊！好，那我们就选这个。我学600块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就是一个都没打中，你废什么话？我自己不会看呀。船长，老板，继续打。这眼睛看不清楚，这怎么打呀？老板，我师傅说了，弹弓是要靠灵感的。Follow your heart. Follow your heart.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 ，Follow my heart。小三爷，这是明天所有参加考试的人的资料，我都给偷来了。来，小白。啊？干嘛？刺我一下。我想试一下我做这个夹好不好用。来。哦。完了，你能不能稍微使点劲儿啊？来。昊天同志，你玩我呢是吧？你这么小事，我怎么知道我这个夹好不好用啊？快点，使点劲儿。哎呦，我还是下不去手。走，你看，这样发射的时候要伸直，不能弯曲。去冲破，去挑战，一生兄弟，一辈子感染。铁三角拆不开，散了又只是青山不改。有何干？话说完，才不怕孤独。路越窄，心越宽，再多出现我为你而来。人生啊，最苦短，想不开，留给子孙后代。再试一次。不潇洒，才不快，绝不问前途。之前攻击我的那个，身材均匀，我估计跟我身高差不太多，没有戴眼镜，而且那个人是个左撇子。干嘛呢？不好意思啊。怎么回事？没长眼睛？对不起啊。李家乐，方军。
明天就要考试了 ，fighting！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现在能确定谁有嫌疑了吗？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们3个当中是谁动的手，但是他们3个人的确都对我特别感兴趣。可是如果你不能确定目标是谁的话，明天的考试会非常危险，我不希望你去。小三爷。 你这个情况大概还有3到6个月时间。这里有3种颜色的药，你先吃这种白色的，等到开始剧烈咳嗽和咳血，就吃蓝色的。等到呼吸衰竭，开始呼吸困难，就吃红色的药。 三叔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检查仔细了啊！来，我来。 胳膊，哎，痒！嘴巴张开，张大点。好了，各位。 11舱第2次考试，现在开始。吴邪不见了，他肯定要去破坏启明星。走。
行的，灯呢？找灯呢？干什么吃的？哥，长得不能干涉考生。不用你告诉我。鞋，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又来一次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啊！又想再当嫁祸给我是吧？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取消考试的资格了吧？你们好好想一想，上一次谁是第1名，谁是第2名，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获益者？好好想想。考场中地，我怀疑是吴邪破坏的启明星，请你们离开。看紧点。报告，启明星下的楼梯被破坏了，上不去。李主管，马上安排人修好它。我们已经在检查了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主管，当时启明星被遮住的时候，吴邪离得非常远，真的不是他。我就说我是清白的吧。我也跟你说过了，这里有人想利用我的名义，在这浑水摸鱼，我怎么可能破坏启明星？更不可能在上面沾什么口香糖。这不贾科子也可以替我作证吗？既然我考试没有作弊的话，那你是不是应该承认我上次的考试成绩，并且宣布我考试通过了？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我也做过牙柜，好多事情心里明白。这一次我们11仓的规则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，我突然感到特别的兴奋。这次不算，重新考试。不是李佳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神秘人打斗的时候，在不远处看见了李佳乐。从防护衣上的痕迹来看，这个神秘人使用的是一把3种刀。他刺了我那么多刀，刀都刺在我的心脏上面。看来他是一心想让我死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接着考试。可是他已经在这次考试中暴露了，他不一定会继续参加考试了。他一定会接着考的。他如果这个时候退出考试，那不就很清楚凶手就是他了吗？可是就算他继续参加考试，他也不敢再袭击你了吧？不一定。他前2次杀我的时候毫无避讳，说明他参加考试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我，所以他一定还会动手。考试规则又变了，你打算怎么弄？休息吧啊！真是少见呀！就这儿了，走吧。一片一片的啊！哇！
太好看了啊！哎，跑远了。哎，老板，我没说错吧？这儿萤火虫多不多啊？还真是有萤火虫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人家园区，你要是逮萤火虫被保安给抓住，你自己一个人扛啊！老板，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啊！凯佳，按计划进行。好。来了！哎，老板，抓到一只！来了！爸爸，你看，可以啊。你们这干什么呢？保安追过来了！保安在这儿呢！撤走！哎，站住！等等我！等等我！等等！哎，别跑！吴邪这个人坏得很，最会蛊惑人心了。上一次作弊肯定是他，我们这一次一定不要被他骗了。一进去就锁死他。好，是，知道了。现在满意了吧？喧哗世界的外面，飞扬沙满天。谁在路的终点等我？寻找呼唤的声线，一路上陌生的语言，往事埋下纪念，蓦然出现。牵绊着扶着我，顷刻大雨滂沱。那些曾存在的，藏在深海错落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，消失在世界以前最后的呐喊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。是谁说天真有错？夜空里星辰无限，静谧而耀眼。谁在同个地点仰望？惊雷回荡在荒原，重复着昨日的画面。临别一句誓言，变成誓言。
像灿烂的花火，对未解的探索依然那么炽热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，消失在世界以前最后的呐喊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，穿梭在风中，在无限的时空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，消失在世界以前